俄罗斯尖端武器库遭遇毁灭性泄密，乌克兰的战利品实验室到底有多狠？2026年6月中旬，乌克兰国防部正式启动了一项国家级技术共享平台，叫做战利品实验室，要把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在战场上缴获的俄罗斯武器，通过逆向工程，把他们的内部结构、核心技术，甚至是致命弱点，全部向盟国及防务研究机构公开。等于说，俄制武器弱点即将公之于众。那么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都缴获了哪些俄制武器？这些武器都有哪些弱点？泄露后又有什么影响？自乌俄战争开始，乌克兰军队包括国家科学机构及情报部门，比如国防部情报总局 GUR 以及国家安全局 SBU， 就已经开始对缴获的俄军装备展开了零散的拆解与逆向工程。大家拿到什么拆什么。战利品实验室的建立整合这些分散工程。根据目前公开的运行架构，战利品实验室平台已经录入超过115个独特的俄罗斯武器样本，分得非常细致，一共划分为79个技术类别，并且还附带了225份由乌方顶级专家撰写的深度漏洞评估与科研报告。之前我们一直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现在这个说法可能要变一变了。掌握对方武器的缺点，然后对症下药，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了，这种级别的机密情报不能随便让人看，为了确保平台绝对安全，防止有内鬼或者双面间谍混进来，乌克兰国防部制定了苛刻的准入审查程序。想加入平台的实体必须经过背景摸排，你得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你的公司、你的机构与俄罗斯联邦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查3代都不够，还得证明你没有受到乌克兰政府或者其盟国的任何制裁，只要身上有一点嫌疑，直接拒之门外。一旦你通过了这套审查，恭喜你，你就获得了进入宝库的钥匙。符合资质的盟国工程师和研究机构不仅能够在线查阅详尽的技术文档，那些精密的电路板高清图谱以及极其敏感的波形分析数据，你都可以随便看。如果你觉得光看图纸有点不过瘾，你还可以申请对武器实物进行物理检测。平台为此提供了多层级的测试模式，第一层是非破坏性检测，比如用 X 射线或者用工业 CT 对武器进行扫描，看看里面的结构布局。如果你想玩点硬核的，可以申请部分或完全拆解测试，亲手把俄罗斯的武器大卸八块。再狠一点的话，那就是申请涉及实弹拦截或者完全损毁的破坏性测试，直接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扛不扛揍。通过这种实物验证，盟国企业能够显著缩短研发反制武器的周期，实现战场情报与后方工业生产的完美闭环。那么从2022年2月到现在，乌军都缴获了哪些俄制武器？在长达4年多的战事中，乌军通过前线截获、未爆弹回收、潜海打捞以及特种渗透等各种手段，在陆海空3个维度获取了极其丰富的俄军武器样本。在陆地战线上，装甲车辆、战术通信和地面电子战系统要什么有什么。先说装甲，最具代表性的毫无疑问是俄罗斯最新一代的现役主力 T90M 主战坦克。在2022年9月哈尔科夫反攻期间，乌军就缴获了一辆，而且这辆车还隶属于俄军精锐中的精锐，第4近卫坦克师。最离谱的是，这辆 T90M 完好无损。听说后面乌克兰直接将这辆坦克送到了美国进行逆向工程。在2024年8月，乌军对库尔斯克地区的突袭战中，乌克兰第80独立加利西亚空降突击旅以及第68猎兵旅连续俘获了多辆 T90M。这些坦克要么是因为成员慌乱弃车，要么只是轻微受损。除了 T90M， 乌军的战利品车库里面还塞满了大量的 T80BVM、T80U、T72B3 主战坦克，以及数不清的 BMP-2 步兵战车，完全可以开一个俄式装甲车展。在电磁频谱战线上，俄军连底库都没保住，乌军缴获的系统技术等级极高，首当其冲的就是科尔斯克4重型移动式电子战系统。在2022年3月，乌军在基辅西面的马卡里夫外围遭遇战中，缴获了该系统的集装箱式指挥控制舱。这是俄军电磁压制体系的大脑，专门用于瘫痪低轨侦察卫星、机载雷达和空中预警机的。结果自己的雷达没保住，被乌军打包带走了。还有 RB301B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战术电子战系统，听名字就很绕口。乌军在哈尔科夫等地截获了该系统的核心组件，包括安装在 MT-LBU 上的 R934BMV 干扰站以及 R330KMV 控制中心。这些车辆在被缴获时，里面甚至仍保存有完整的操作手册和固件数据，这服务态度不给个5星好评都说不过去。在战术无线电方面，乌军缴获了 R187P1 阿扎特以及第5代的 R168阿克维杜克数字战术电台。这些高级货通常是从被俘的俄罗斯空降兵军官身上扒下来的，可以说是俄军通信的命脉。
在导弹领域，乌军也缴获了不少。俄罗斯的航空飞行器和弹药经常哑火，摔地上都不带爆的，乌军就对这些弹药进行拆解，积累了大量高难度的航空制导组件，包括 KH-101、伊斯坎德尔 K、伊斯坎德尔 M 以及 KH-59MK 的未爆残骸，甚至连爱国者击落的匕首也被乌军完整挖了出来。普京口中无法被拦截的神话，现在就躺在实验室的手术台上被切片研究。无人机系统那就更多了，乌军完整俘获了数以百计的海雕10，以及大量由伊朗设计、俄罗斯本土组装的见证者136。随着战术的改变，乌军还回收了配装在 FAB-500 等通用航空炸弹上的 UMPK 套件。别看这东西只是个铁疙瘩加个翅膀，里面可是包含了抗干扰能力极强的彗星 M 空间自适应抗干扰数字阵列天线。这是俄军对抗 GPS 干扰的杀手锏，现在成了乌军案板上的肉。海上战利品就一般般了，乌克兰在没有传统强力水面舰队的情况下，硬是靠着岸导反舰导弹、自杀式无人艇以及特种两栖突袭，在黑海和亚速海西北部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战利品搜集线。在2022年5月的蛇岛战役中，以及随后的多次近岸战争中，多艘俄军猛禽高速巡逻艇以及 BK-16 高速突击艇在潜水区被乌军的 TB2 无人机甚至反坦克导弹击伤、搁浅或击沉。随后，乌方派出了潜水员与工程打捞部队，直接把部分沉没的 BK-16 突击艇以及塞纳级两栖登陆舰残骸整体拖回了老家。这些载具虽然被炸得严重变形，但其内部配装的推进系统、光电战塔、战术指挥台和某些密封组件依然保存完好。除此之外，还有漂流海雷与封锁声呐。乌军在黑海西部海域拦截、拆除并回收了多枚由俄军布设的漂流及锚固水雷。通过这种操作，乌军彻底掌握了俄军海洋封锁网的电子信号特征。通过拆卸这些缴获的俄制武器，俄制武器的弱点已经暴露了。战利品实验室向北约及乌克兰自身的国防工业暴露出数项俄罗斯军事科技的深层机密，彻底打破了俄军武器的保密屏障。火力军只能说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拆解结构显示，俄罗斯最先进的导弹、直升机、无人机以及防空系统呈现出一种极度不协调的技术特征。外面那层外壳与弹体属于典型的俄制传统金属工艺，傻大黑粗，坚固耐用。切开一看，内部的神经系统竟然完全依赖美欧民用及军工级半导体。就跟之前聊的那样，俄罗斯通过设立于中东的皮包空客公司进行转运，通过对微芯片上的序列号与出厂批次的物理追踪，乌克兰就能打击这些供应链。这对俄罗斯来说属于毁灭性的打击。前面提到的那款阿扎特第6代数字软件无线电台，它的缴获直接导致了俄军地面战术级加密与跳频安全防线的彻底崩溃。在物理拆解该电台后，乌方专家和外国情报机构发现了一个事实：作为这款军用电台，它不是俄罗斯自研的高防护军规级专用集成电路，而是由台湾制造的。在全球民用市场，甚至你上全球速卖通等跨境电商，花点小钱就能买到。这种设计使得该电台的加密安全性存在致命的硬件层面的硬伤。这种民用芯片本身根本缺乏防物理读取与防反编译的军规硬件自毁机制，别人拆它的时候连个自爆销毁数据的程序都没有。美欧的信号情报专家通过射频探针和芯片剥离技术，直接提取了该电台的底层固件，并轻松反编译其专有的数字加密算法。结果就是俄军在前线使用的战术语音以及短数据传输，在特定频点上可以被及时拦截解密，让俄军地面部队的战术协同、炮兵调度等关键信息在信号层面近乎单向透明。你在频道里喊向左转，乌军听得一清二楚。在空中和精确制导领域，俄军用来对抗 GPS 和 GLONASS 电子干扰的就是彗星系列 CRPA 数字天线阵列，它的内部参数现在已不是秘密了。这款天线的设计就是采用4个或8个对称分布的接收孔径，通过动态调整每个单元的接收相位或干扰源方向，形成一个具有极高衰减度的盲点，专业术语叫线波，从而在强干扰环境下保全卫星制导信号。但是战利品实验室对彗星 M 天线的解密揭露了其射频前端的精确工作带宽、相位调整不长以及其空间抗干扰算法的运算延迟。通过逆向其天线控制程序，乌方及北约电子战部队算出了它对抗多元干扰时的极限，比如它最多能同时抑制几个干扰源，随后可以提出针对性压制。除此之外，俄制武器还有一个问题，俄军在电子架构设计上拥有高度拼凑性和重用性。KH-101导弹的计算系统和数据处理器原封不动地配装在卡52短吻鳄武装直升机上，这种设计在冷战后期确实能极大降低研发与制造成本，主打一个一码多用，但放在现代电子战环境下根本行不通，这就叫连坐。一旦 KH-101导弹的计算机芯片架构、机操作系统漏洞以及主频处理时序被乌军完全逆向，
那就意味着K-52等战术主战直升机的机载火控软件和自卫航电系统的电子特征也随之被一通攻破。简单来说，战利品实验室收集的数据彻底撕开了俄罗斯军工体系长达数十年的包装，这会直接影响到乌俄战况。在地面装甲对抗中，被俄罗斯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坦克 T-90M 问题一大堆，祖传的旋转木马式自动装弹机依然保留在成员舱正下方，未使用的弹药呈完全裸露状态。一旦点木装甲遭到现在的低成本 FPV 无人机或者标枪导弹击穿，极易引发连环殉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战场上经常能看到俄制坦克表演抛炮塔传统异能。T-90M 由于其传动系统的陈旧设计，倒车速度慢得令人发指，根本无法实现美欧坦克比如豹2或艾布拉姆斯那样的快速后退避线，打不过想跑门都没有。在夜视仪方面更是惨不忍睹，由于制裁，法国原装热像仪全面断供，俄方只能掐着鼻子换装国产的瞄准镜，结果在红外成像质量上大幅度缩水，导致长城防区外打击任务中因为分辨率太低，无法进行目标细节识别而严重受限，相当于给狙击手戴上了1000度的近视眼镜。再说回那个阿扎特电台，俄军原本在说明书上吹嘘它拥有每秒2万次的高速跳频能力，抗干扰天下第一，结果在电磁环境极度复杂的实战中被证明是个彻头彻尾的吹牛皮。这种超高频的跳频速率首先带来的问题就是耗电极快，导致其单电池续航时间往往无法支撑一次完整的战术突击任务。更致命的是，该跳频模式要求全网所有电台的内部时钟必须达到纳秒级的绝对同步，而这种同步完全依赖于 GLONASS 或 GPS 的卫星授时信号。这就尴尬了，一旦在两军对垒中，乌军或者俄军自己的强力干扰机对卫星导航频段实施了大范围压制，失去外部高精度卫星授时的阿扎特电台便会瞬间失步。为了维持最基本的通信，这破电台会自动完全无人干预的降级至上一代的阿克维度可波形，跳频速度会经历断崖式暴跌，掉到每秒仅100次，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会直接退化为无加密的单边带模式。战利品实验室还披露了俄罗斯武器生产在遭受严厉制裁后的一个妥协，由于无法直接获得现代高规格的军规级元器件，新近生产的武器系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降级凑数现象。在对2024年和2025年新制造的俄制无人机和导弹进行拆解时，乌方专家频频在关键电路板上发现用老旧冷战库存或者工业级甚至是商业级廉价半导体强行替代的情况。在前文提到的新量产见证者无人机中，乌方工程师竟然挖出了一个1996年生产的亚美尼亚制工业级电磁继电器，比很多前线士兵的年纪都大。把这种古董元器件塞进无人机，在温差剧烈的高空高速飞行时，或者在强震动环境下，其虚焊率和硬件崩溃的概率会呈几何倍数上升，有时候不用你拦截，它自己飞着飞着就散架了。BK-16突击艇这种近岸资产在战术设计上完全没有考虑过如何防卫星无人机与超低空制导武器的袭击，它的自卫火力穷酸到仅限于机艇手动操纵的机枪，一旦遭到精确的空中打击或者无人艇围攻，就会失去战斗力并迅速瘫痪。而那些体积庞大的两栖登陆舰，比如被击沉的萨拉托夫号与辛切尔卡斯克号以及多用途保障船，极度缺乏拦截火力。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波技术底盘的流失不仅输掉了前线的技术太差，也极大地动摇了其国家安全的战略根基。首先是俄罗斯武器外销体系与地缘威慑力的系统性破产。俄罗斯军工复合体数十年来在国际市场上一直贴着价格低廉、皮实耐用、技术先进的标签，借此与美欧分庭抗礼。然而 T-90M 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几百美元的低成本 FPV 连续点名爆头，库尔斯克斯重型干扰车无法有效庇护其高价值防区，再加上美欧元器件的大范围泄露，让诸如印度等传统的俄制装备采购大国惊出一身冷汗。印度等国对俄制系统的自给率与战场生存能力产生了颠覆性的怀疑。买你的装备，芯片被人卡脖子，底层代码被人全看光，这以后要是打起来还怎么玩？大量潜在客户正在加速转向美欧，或者干脆捏着鼻子搞自主研发。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生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萎缩与崩盘风险。还有精准制导供应链的走私路径被物理封死。通过在战利品实验室中整理出的那些海量的芯片和传感器序列号，乌克兰与美欧的海关、金融和情报系统构建了一个高度联动的数据分析库。北约得以对那些像圣彼得堡特种技术中心等伪装空壳公司偷偷走私微电子产品的欧洲中间商实施极其精准的刺激制裁，抓捕、罚款、封号一套连招，对关键的走私链条起到了毁灭性的掐断效果。技术泄露的战果不仅体现在前线，还体现在乌军对俄罗斯军工生产重地的远程源头打击上。
通过深入拆解 UMPK 滑翔航弹套件与天竺葵2无人机，乌军彻底摸清了其核心部件，也就是那款彗星 CPRA 抗干扰数字天线，是由位于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的工厂制造的。于是，在2026年5月及6月10日，乌克兰国家武装力量多次动用自主研发的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横跨超过1000公里的超长航程，精确突破了俄军大后方层层设防但千疮百孔的防空网，直接定点轰炸了工厂的电磁屏蔽生产车间和微电子装配线，关键数字抗干扰天线组件生产线被彻底损毁。这直接导致俄军在随后的滑翔弹和无人机战术中无箭可用，只能被迫重新退回到极易被强电磁压制的老旧常规导航天线时代。简单来说，乌克兰国防部战利品实验室改变了战争科学在技术对抗层面的交战规则。在传统的军事战争中，战利品往往仅仅是作为战术补充，或者用来摆在广场上作为宣传工具。但在现代战争，战利品已经成为将对手国防工业基础连根拔起的利器。当俄制武器被俘获的那一刻，它不仅输掉了当下，甚至可能连未来的10年都一起输掉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制式武器弱点暴露还有什么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